老年人身上有一股怪味，建议55岁后远离这3个习惯，老了或没味。爸，你这身衣服多久没换了？不是给你买了好多衣服吗？赶紧换了去，穿多长时间了都有股味了。老李的闺女在上海工作，盼了好久才回来，结果刚坐下没几分钟就开始嫌弃老李，一会说老李不洗澡，一会嫌老李不换衣服，搞得屋子里身上都是一个怪味，像烂苹果似的。老李憋得脸通红，和闺女吵了起来。别看老李今年已经63岁了，平时可是很注意卫生的，不仅每天都洗澡，衣服也基本2天就换一套，身上怎么可能有味道呢？而且老李平时和朋友打麻将啥的，也没有人说身上有味这个事情。因此老李认为是闺女小题大做，开始嫌弃他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80%的老年人都逃不过的老人味。随着年纪的增加，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开始慢慢的下滑。当人体的基础代谢水平降低的时候，体内的物质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清除，不仅仅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还会产生难闻的味道。像很多经常和老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儿女，都会发现老年人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怪味儿，即便经常洗澡也很难彻底清除，这是为什么呢？1. 为什么老年人过了55岁会有种散不掉的老人味？很多人都觉得老年人身上的老年味其实是因为不讲卫生导致的，包括不刷牙、不洗脸、不换内衣裤等等，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。在炎热的春夏季节，如果不注意个人的卫生，不洗澡或者不勤换衣服，皮肤分泌的油脂和汗渍会混合在一起，给人一种很难闻的感觉。但是大多数老年人身上的怪味其实是身体衰老的信号。经过科学研究表明，随着年纪的增加，人体身上会慢慢的产生一种叫做二人醛的物质，尤其在55岁以后的群体中更加常见。这种物质会持续散发一种很难闻的怪味，闻起来和几年没有洗澡、没有洗衣服一样，介于发酵的杂草和油烟味。所以当你靠近岁数大一些的老人的时候，就会被这种味道劝退。而且二人醛的产生和 Omega-7 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降解作用息息相关。当人体年龄变大的时候，这种物质分泌的会更加旺盛，进而影响到二人醛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。还有一部分人身上之所以有怪味，可能是不良生活习惯影响导致的。比如经常不洗澡的人，身上的汗水和油脂分泌的多，全部混合在一起，贴在皮肤上，久而久之就会有难闻的味道。还有贴身穿的一些衣服，每天都沾上很多的灰尘、油烟味，时间久了也很容易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味道。所以大家想要摆脱老年味，可以先从换衣服、换床单、被套开始。有时候身上的怪味也是疾病的信号，尤其是过了55岁的老年人，一些常见的糖尿病、高血压疾病等等，都会导致身上出现各种难闻的味道。糖尿病患者患病之后，身体中会分泌一种酮体，这种物质闻起来有一种烂苹果的酸臭味。而有一些基础肾病的老年人，随着病情的加重和变化，身体会散发一种含有氮的物质，随着人体代谢慢慢的散发出来，闻起来和腌制的咸鱼很像。有牙周炎或者牙龈炎的患者，口腔也会因为细菌分泌过多而产生一种明显的臭味。喜欢吃重口味的饭菜，有些老年人上年纪之后，味觉不是很灵敏，在饮食上开始喜欢吃更加重口一些的食物，比如腌制的黄瓜、白菜，或者一些放了很多酱油的红烧菜。这些重口味的饭菜虽然吃起来很美味，满足了口腹之欲，但是经常吃会导致牙齿发黄，甚至出现口臭等问题。年轻的时候喜欢抽烟和喝酒的人，即便到了老年之后，大概率也改不掉这个习惯。所以相对于其他不抽烟和喝酒的人，这些人身上难免沾满了烟草和啤酒的味道。这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难闻的味道。而且烟草的味道一旦粘在衣服上，除非进行清洗，否则会持续很长时间。老年人身上的怪味对身体有影响吗？55岁以后身上出现难闻的味道是难以避免的，但是如果不多加注意的话，也很容易造成新陈代谢缓慢，皮肤油脂分泌过旺，最终出现皮肤瘙痒、红肿等各种各样的皮肤疾病。
2. 医生提醒，做好这3点可以远离怪味。年纪越大，异味越明显。到底如何做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身上的异味呢？医生建议大家可以多注意下面这3点，帮助你缓解身上的异味，给人干净清爽的感觉。1. 吃得清淡一些。一定要避开的饮食问题，在日常饮食中，大家对于清淡饮食都有一种误区，一味的认为吃的清淡就是水煮青菜。但是如果每天只吃这些水煮青菜的话，很容易会导致身体营养不良，出现贫血、免疫力降低等问题。真正的清淡饮食并不是只让大家吃青菜，而是不建议吃太油腻、太甜以及味道过于重口的食物，比如像大量的油炸和爆炒等。很多人平时都喜欢吃大鱼大肉这种油水比较重的食物，即便在炒青菜的时候也会放很多的大豆油，但是从身体健康程度来说，这样吃是非常不好的，尤其对于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体，经常吃这种大油大肉很容易导致高血压、高血糖等问题，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炒菜的时候，少放一些油，或者多尝试清蒸和水煮。在保持食物原汁原味的基础上，加入一些清淡的调味，反而能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，成年人每天的糖摄入量最高不可超过50克，而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，25克左右的糖分摄入才是更加健康安全的。因为大量的摄入糖会刺激体内胰岛素水平快速的上升，进而加快了脂肪的生成，容易引起糖尿病等问题。注意这里的少糖不仅指少吃含有糖分比较多的蛋糕、面包等，还包括一些含糖的饮料和牛奶。中老年群体在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坚持少盐的原则，因为当盐分的摄入量超高的时候，会影响到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，多余的水分长时间停留在体内，也会导致四肢水肿和肥胖，甚至会压迫肾脏等器官。建议老年人多试试这几种食物，比如凉拌菠菜。随着天气的变暖，很多老年人胃口也慢慢的变差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凉拌的菠菜。一方面少油少盐，整体吃起来更加清脆爽口。另一方面，菠菜也可以给人体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利于增加营养和饮食平衡。鸡蛋羹，鸡蛋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，可以给身体供足够多的能量，而且因为鸡蛋本身也含有大量的氨基酸，因此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。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天吃一碗鸡蛋羹非常的营养又美味。清蒸的鱼肉，鱼肉含有丰富的叶酸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1 等，这些物质都可以给人体提供足量的营养。而且与其他的牛羊牛等相比，鱼肉的肉质更加鲜嫩，吃起来更加的软嫩，即便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可以轻松入口。但是建议大家不要选择红烧或者油炸的方式，直接清蒸会更好一些。少油少盐，保持了鱼肉的原汁原味，清淡又有营养。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，大家在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尝试一下豆腐或者干豆腐皮、豆干等，饱腹感强但热量很低，即便一次吃很多也不用担心发胖发福。而且豆制品还可以快速的分解脂肪，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友好。2. 坚持运动。老年人之所以身上有怪味，除了疾病因素的影响外，还和自身的代谢水平降低有关。因此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恰当的增加运动，通过跑步和爬山等运动方式来提升代谢水平，将体内的垃圾通过汗水更好的排出体内。身体素质比较差的老年人可以尝试打太极拳、慢走等方式，运动量少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，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调动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等，使得身体更加的健康。3. 勤换贴身衣物和床单被套。建议老年人一周换3次内衣裤，1个月内换1次床单被套。及时的换洗衣物也可以减少异味的产生。除此之外，每周至少洗2次澡，3次头发，及时的去除头发和皮肤上的污垢和异味。总结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过了55岁以后，身体都会分泌出各种的代谢物质，需要及时的注意个人卫生，做好清洁才可以减少异味儿的堆积。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如果身上的异味儿越来越严重，而且还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，更应该定期体检，及时就医。